Hello， 大家好呀，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我们本期的内容呢，是我前几日跟我的一位朋友朋友兼粉丝一起打的一个困难人机的回放。在这里呢，我这位朋友的网名是叫做八云鼠，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称他为鼠叔。然后我自己在游戏中的名字呢，就是这个 General Kim 金将军。然后我们使用的都是红方阵营。在打这一把之前呢，我们已经模拟了好几把，都打不赢那个困难的人机。好像是这个游戏里困难人机的点数会比玩家多很多，所以它开局就可以叫很多的单位。而且由于本次敌方是美日联军的一个组合，所以他们的空军非常的厉害。因此在这一次开打之前呢，我是部署了大量的这个名为剑一的这么一个老式的防空导弹，但在后来的实战中，就是它表现出来的效果并不是很好，打不到对面的那个固定翼飞机。然后这里已经开始了，我们可以先暂停一下，就是这个回放是可以暂停的。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是这个 AI 放出来的单位多很多啊。这个日本阵营呢放出来了一堆这个74式异形，这个74式异形好像是74式里最先进的一个型号吧，所以它的叫出来这个点数也挺高的。而美军阵营这边直接是财大气粗的叫出来了一堆艾布拉姆斯。我有一阵子没玩这个游戏里的美军了，但是像这台车的话，点数应该是在90到100往上吧，这么一台，所以它4台就是400多分了。我们这边玩家好像开局的分总共才1000多分，所以这里我们的单位明显是看着比他少很多。这边我的部队呢，首先是进入了中间的这个海峡点。从这个大地图来看呢，敌方若是想要从地面上进攻我们的话，就只能从这中间这个海峡点攻过来。而且这个海峡点的桥梁呢，就只有这么几座，所以我的部队冲过来，只要把这个地方给守好了，就可以保证敌人无法突破我们。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地方没有太多的建筑物啊，只有一小片树林和这么几座规模较小的村子，我就没法使用大量的步兵进行防御了。然后在这儿，我的这个 BTR-60 搭载的工兵还有一些反坦克小组就被部署到了这个树林里。然后这里我还派了8台 T3485，虽然这玩意儿老旧吧，但是现实中的 T3485 后期它是发展出来了一个85毫米的尾翼稳定破甲弹，在我们的屏幕下方也可以看到，它指示的是85毫米的这个 HIT， 大概是有一个300穿的这么一个破甲弹，所以在近距离上打击 M1 的侧面或者是后面还是非常致命的。在这儿我把这8台3485藏在了树林里，但是蓝军的这个侦察比较好，所以离很远就先手攻击打掉了我2台。这边我把速度减一下，右边呢是鼠叔的部队，他去防守右边的这座桥。然后你们可以看到 AI 真的是点数比我们多好多，叫了大量的这个 UH-1 搭载的侦察班。不过 AI 指挥这个空降部队就是傻啊，都跟我们接触了，他这个侦察班还没有卸下来。我这边就很惨了，对面的这个地面部队推了上来，我们把速度拉到1，刚才有些太快了。我这个 T3485 虽然老旧吧，但是打一打这个 M113 这个铝合金盒子这个运兵车还是很有用的。但是面对敌方的这个 M1 集群，我的3485还是很快就被击溃了。接下来呢，他们就要进攻我的这个村子了。然后我在这边也是没啥防御，就树林里有一个排的步兵班嘛，然后我这个步兵扛的是 RPG-7， 但是你们要知道这个 M1 它是有复合装甲的设计的， RPG-7 这种单独的破甲弹头是很难从正面对其造成有效杀伤。这里我打了一些烟雾，就是给这个 M1 的视野给阻断。
由于这个年代还比较早，所以这些白板 M1 呢，它也没有热成像。在被我方的这个烟雾干扰之后呢，它就只能硬着头皮冲出烟雾来靠近我们，然后就被我的这个步枪手，还有旁边的这个工兵班，这个工兵班说是工兵班，但是他们装备有一个56式的后坐力炮，73毫米后坐力炮，射程有1000多米，打的还是比较远的。就成功的击毁了一台 M1，但是他们还有4台。像这种敌方有着绝对优势的这个装甲力量，我们拿步兵是很难挡得住的。4台 M1一起拿他们的这个105炮打高爆弹，瞬间我这个工兵班就被打瘫了。然后这里我还在用我的这个82毫米迫击炮对他打烟，持续不断的就是封他视野。然后在这里我的第一道防线即将失守的时候呢，我又有了一些点数，然后召唤出来了一台 B5， 这个 B5 就是轰5，好像是我们国产的一款轰炸机吧，它带的有一个3000克的一个重磅航弹，就是3吨的航弹。我紧急的把它召唤出来，好像是炸这个半岛的敌人了。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炸弹落到哪儿了？哦，落到这儿了。想要阻挡这个2台 M1 过这个桥，但是他们提前停了下来，所以这个航弹是炸空了。然后这边我们的这个天马虎赶到了战场，和 M1 正面对射。这天马虎的原型就是 T62嘛。当时呢，也是因为一些原因，我们还在用 T54的各种魔改型号。而我们这个幸运的盟友呢，他们就获得了这个 T62的生产线。虽然 T62 比 T54先进了那么一点点吧，但是在这里可以看到，跟更为先进的这个埃布拉姆斯对打的时候，还是占不着什么便宜。然后战斗进行到这儿呢，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就完全失守了。叔叔呢就赶紧叫了一个无后坐力炮班进驻这个厂区，想要防守这个桥梁。然后我的天马虎就暂时的先在这儿卡住。然后接下来叔叔这边的正面防线也被击溃了，这是没办法的，因为困难难度的 AI 确实是点数较多，他们叫出来的全部都是高富帅的这个单位啊。除了埃布拉姆斯呢，还有这个 MBT-70， 你看这 MBT-70是152毫米的炮，还能打橡树棍、反坦克导弹，并且它的这个副武器还是一个20毫米的机炮。我们把 HUD 隐藏一下，可以看到它的车顶不是一挺.50机枪，而是一个25毫米的机炮。这个配置真的是太豪华了，好像最初就是因为这个 MBT-70它的这个造价太过昂贵，所以才后来又研发了这个 M1 系列，没有用它。打到这儿呢，敌人呢也是非常的阴间，他竟然派这些坦克从这个茂密的森林里走，还翻过这个山丘。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有点不真实吧，这些坦克真的能从这么茂密的森林过来吗？然后还能翻过这么崎岖的一个山丘，这就导致我们在万万没有想到的情况下被这几台 MBT 偷袭了。然后我盟友的这台米6货机非常的大，然后叫出来还挺贵的，都被打成一个惊慌失措，估计最后也没跑掉。然后我这3台天马虎，当时我好像是在指挥别的地方的单位吧，我没有注意到这边的情况，然后这些天马虎也被打的大残。但是好在这个 MBT-70它的油耗非常的高，你们可以看到它的油料左下角显示是6000，现在是0，6000点油料都不够它耗的，它跑到这个地方油料耗光了，并且这个地形还阻挡了它的射界，所以这里敌方的这几台MBT-70就算是作废了。然后在第一道防线彻底崩溃之后呢，我们是撤退到了最后这一块区域，企图防守这座桥梁，还有这一块较窄的山路。然后叔叔呢就负责在右边的这个海岸跟敌人打这个丛林战，阻挡他们
进攻我们的这个最后的据点。然后这里你们可以看到敌方不停的出动这个飞机干扰我们，然后我一开始叫了这么一大堆这个防空导弹也派上用场了，其实也不是很大的用场，敌人这个燃烧弹还是很准确的投在了我这个防空阵地里。在敌人准备进行大规模进攻的时候呢，我就利用这个地形优势，使用这个山体卡住敌人的视野，然后在侧翼部署了几台天马虎。这个天马虎的115炮威力还是很大的，从侧翼打这个741，把他们直接打到了一个惊慌失措的状态，分分钟就把他们给打爆了。然后正面这边这个 M1，两台 M1想要过桥，也被我这个工兵班使用73毫米的这个无后坐力炮给堵在这儿，过不来。这里老家这里又出了3台天马虎，跟侧翼的天马虎，形成一个包夹之势，就把这中间的几台744给打爆了。这里怎么还掉下来了一架蓝军的飞机？估计是被我们的这个防空导弹给击落的。然后在他们的后面呢，是跟进了大量的步兵。然后在这个时刻呢，我们的轰五再次出击，带了一个3吨的炸弹，直接扔到了敌方一大堆这个步兵的头上。你们可以看到，此时这密密麻麻的，大概有1个连还多的步兵，还不知道他们将要面临的命运。这么一颗3吨的炸弹落下来，你们看这旁边山上的树都给炸倒了，然后这些步兵包括旁边的一台小车无一幸免，全被炸掉。虽然轰五刚才一发3吨的航弹成功的阻挡了敌人的一波攻势，但是没过多久呢，他们又组织了大量的这个步枪兵还有艾布拉姆斯，准备发起新一波的攻势。而由于此时我方只剩下2个实际控制的战略区域，所以我们的这个点数增加的非常慢，我就没有点数叫新的单位。在这儿呢，我只能被迫的叫出这个战雷玩家都非常熟悉的一台车子，就是双联57炮的这么一个防空车，我们亲切的称它为小天启。它的这个炮啊，就是只能目力防空，没有啥用，但是对地就非常猛了。然后这里我们又叫这个轰五扔了一颗炸弹，又是炸掉了对面的一堆步兵。但是他后面这台 M1， 这3台 M1 当时我们应该是没有视野，所以不然的话我就先让那个轰五炸他了。然后此处这边的树林里有一台敌方的瓦砾，就是一个陶式的导弹车，偷偷的躲在了这里，给我们防线中的装甲单位造成了大量的伤亡。然后这个时候叔叔就把他的这个运兵车给派了过来。这个运兵车它的主武器是一挺14.5毫米的机枪，然后从侧面或者是后方打击这个 M113的车体，还是能对其造成很大伤害的。这边他就成功的贴脸对他开火，2下子就把他给打爆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总是会小瞧这些就是运兵车，把它当成是不怎么厉害的单位，就是把步兵卸下来之后就让他去送死了。但实际上把这些车躲在树林里或者是城镇里，在关键时刻让他们出击还是非常有用的。然后在这儿我们新的一个步兵排也顶了上来，把这个桥头堡给巩固了一下。然后我用我这4台这个运兵车，他们14.5毫米的机枪非常猛，冲上来打击敌方的这个 M113和步兵。但是无可奈何是敌人有着绝对的控优，他刚才叫了一架 A10过来，随便舔了一波就把我2台这个运兵车给舔掉了。然后这个时候我的运兵车开到这里遭到了 M1的攻击，我才发现这边还有3台 M1， 然后我就赶快叫了一个轰五，带了一个3吨的炸弹扔了过来。有趣的是，敌方并没有给他的先头部队跟进什么太厉害的防空单位，所以这颗航弹呢就直接砸在了这3台 M1的头上。
然后这时候这个游戏不公平的地方就体现了出来，这个蓝军的外星科技战车啊，一颗3吨的炸弹砸在头上，2台车只剩1滴血，然后另外1台车只是受了1/3的伤害。我就想问，这 M1 的车顶是拿什么做的，竟然能扛住3吨的这个航弹的轰击？有时候真的是玩这个游戏，感觉处处都是偏向于蓝军，但是没办法，毕竟这个游戏是法国人做的嘛。然后在看到我的轰五特别厉害之后，叔叔也叫了轰五，他又朝着这个相同的位置又补了1颗3吨的航弹，然后这一波才终于把这3台可恶的艾布拉姆斯给炸掉。但让人绝望的是，刚刚炸掉3台，又来4台。这个困难难度的 AI 真的是非常的恶心。不过这个时候我，左边的这座小桥已经有40个步枪兵搁这等着了，他们带的有 RPG7，如果真的靠近的话，从侧面使用 RPG7 也是能打一打的。然后这里我叫了2个米8炮艇，就武装米8。我们看这个游戏中的模型，明明是它这个6个挂架挂的都是火箭发射槽，但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 HUD 里显示它还有反坦克火箭弹，我都不知道它这个反坦克火箭弹是从哪射出来的。这个火箭从侧面也是成功的打掉1台 M1，但可惜的是，很快它就没弹药了。然后我命令它撤退回这个 FOB 补给弹药。然后叔叔呢叫了这个直9，也是来射这个红箭8反坦克导弹。红箭8就比较厉害了，不过我俩都是新手，所以没有注意这个导弹单位的这个用法。其实这个射导弹的这些直升机啊，他们在开火的时候，你就尽量让它不要移动，移动的时候会影响这个导弹的精度。但我俩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所以导弹都白白的浪费了。然后在这里，这个 AI 就很聪明啊，他走到这座桥的时候，遭到了我的这个步枪排的打击，损失了2台车。然后他索性就绕了个远，走这边。这边这个桥头是没有城镇地形的，所以就直接冲了过来。这边只有我3台小天启，拿这个双联57炮对着他的正面开火，给他虽然不能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吧，但是让他惊慌失措。然后更加离谱的是，我这边2台米8，它是停在地上补给弹药的。我是没有想到它停在地上的情况下也能发射这个反坦克火箭弹，他俩就直接停在这儿，把那2台 M1 给打掉了。然后进行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只需要再坚持2分钟，游戏就结束了。然后电脑那边的分数呢，现在是4900分，我们呢是5900分，所以我们的分数是比他们高的。虽然我们在整个战场上是一个失利的情况，但只要我们坚持到这个游戏结束，没有被敌方全灭，我们就可以赢得本次对局的胜利。然后在这儿，敌人又在侧翼出动了一堆这个744，他们的741打的差不多了，开始出动74C， 然后往上冲。我这个朋友部署的这个无后坐力炮班很快就被打掉了，我赶紧派这个米8炮艇过来。米8炮艇射他这个蜂巢火箭192发一起打上去，虽然不能对他们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你看这个火力打上来，瞬间就让这个车组成员陷入惊慌失措，他们就懵了。然后在这儿我们又派了空军来进行支援，这个 A5 应该就是强弩吧，我让他扔的这个小炸弹，当然也是炸空了，没有炸到太多的敌人，但是已经无所谓了。我们最后半分钟敌人肯定是全灭不了我们的。如果放在现实中的话，本次模拟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上级命令我们要在这儿坚守半个小时来拖延敌人的攻势，然后我们也是光荣的完成了任务。但是虽然完成了任务，但接下来我们
大概率是跑不了，估计要被敌人俘虏或者是当场给干掉了。但是在这种敌我装备代差很大，而且兵力差距也很大的情况下，我们能打成这个样子，已经算是不错了吧。好了，我们本期的看个乐视频到这就结束了。最后不要忘了你的3连，我们下个视频再见。